环球大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网络独播版本时间邀请到的是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线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汉廷要讲笑话开场是不是？哦，对，好像是要讲个笑话看了，因为等一下讲的东西比较严肃。刚刚的笑话不讲了，要换一个笑话。换一个。好，换一个笑话。然后，为什么面店的老板都比较不开心？面店老板，因为他们很辛苦啊，一直在那边煮面，天气又很热，夏天到了。因为他们是面摊。好，哎呀，糟糕，好不好笑，网友不要虚。好，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以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以后汉廷来，我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因为你以后来就会开场就会带一个笑话。也不一定，也可能是讲着就出来。好，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来聊半导体。等一下讲着，如果你觉得我又想要讲一个笑话，你就随时插进来，再跟我们讲一个笑话，才可以 catch 住我们网友的集中专注力。今天汉廷来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半导体产业，因为先前这个美中在晶片科技战上面，大家知道说这个辉达的晶片比较高阶的版本就是 H20 这个版本嘛，被禁嘛。那 H20对不起，那个另外一个比较高阶的版本是 A100 被禁嘛，那 H20 是比较低阶一点的版本，降规版本就是有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因为竞争的压力之下，它其实那时候我们有聊到说降价幅度达到10%左右，所以大家现在也在看到说，A100 这一款是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市场去的。结果呢，现在说辉达它的自己产的这个晶片叫做升腾 910B， 等一下会请这个议员带我们来看到 910B， 他说它的这个性能跟效率的部分已经可以达到 A100 的大概80%左右，而且还特别说呢，在测试性能上面，在特定的一些测试上面，甚至有一些它的性能的部分已经超越了 A100 大概20%左右。因为这个报道的单位是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报道，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特别来注意，是说是真的这一款晶片已经效能可以达到这么高了吗？还被这个腾讯跟百度等企业来采购。那辉达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是会越来越辛苦嘛？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再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先前也谈了非常多说，华为它今年想要拼3奈米，但是因为没有这个艾斯摩尔的光刻机一直被禁嘛，所以会有它的困难度。接下来要达到3奈米的话，还有什么样子的方法真的可能达成吗？今天我们会来做讨论。那艾斯摩尔最近他表示呢，说这个 EUV 啊这种光刻机的技术，中国大陆是非常难去追上的。原因是因为在技术方面还有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他说，在可预见的未来里面，其他 EUV 的这个 EUV 它的技术的部分还是会持续的保持领先的。那他也特别提到了是说，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曝光机设备公司上海微电子，他也觉得是非常难去追上的。那其实艾斯摩尔它在中国大陆来说，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它的营收占比持续的升高，甚至到2024年，我们看到黄色这条线，中国大陆的营收占比还是占了它将近50%。那第二名可以看到韩国的市场跟台湾的部分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刚刚也要来聊说，7奈米华为已经做到了，接下来如何要加强它的国产化，继续的往更先进的制程去走。好，先请教议员如何看刚刚我们讲到那一款晶片，说这个升腾 910B 已经可以达到辉达 A100 的80%性能，你怎么看？它的可能性有多高？其实这是在南京世界半导体大会日前所展开来，然后华为自己所宣布、自己所发布的，而且它所发布的这一款910B AI 系列的升腾芯片，其实对标的就是辉达、英伟达的这个高阶的芯片，对接的就是 A100， 因此它所有发布的比较都是跟 A100 来做比较，就说我们呢在某些地方大约呢可以等于它的80%。那么在某些地方呢是超过它的，已经突破了这个120%。所以呢，他们认为华为认为我这个芯片应该已经可以跟世界上高端的芯片是并驾齐驱了，就我们都可以做出优秀的芯片。当然客观上来说就如果是以英伟达所推出来的 A100， 那么它是在4年前的时候已经推出，所以中国大陆客观上确实是落后了4年，但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毕竟呢，中国大陆在芯片、半导体等等的技术，可以说呢，就像是被人砍断了一只脚，然后呢还要跟人比赛跑。
所以过往可能落后很多，现在追到4年、3年的差距是纯属不易。那么目前为止啊，这也跟前一阵子黄仁勋来到台湾，然后很多媒体的讨论都有关联。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就会讨论到，哎呀，那么对于黄仁勋，对于辉达，那他是不是就是不想把东西卖给大陆啊？好，或者他的这个地图好像少了一块中国大陆那里啊？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他当然也想把东西卖给大陆，对啊，但关键是美国不准他卖。好，你看这个，你以前可能也听过有一句话，叫做“大小姐要你不要买”。大小姐要你不准买啊，但是呢，美国是不允许人家卖。好，所以对于辉达来说，它过去可以卖的比较高阶的，包含的是这个 A100不准卖，所以后来呢，它就卖给大陆干嘛？就特供版，这是比较低端的，就是 A800。好，然后 H20呢，对标的是本来是那个 H100，也是一样不准卖。好，所以呢，就推出一个比较 low 的 H20。那么 H20的算力啊，就据说只有 H100的不到15%。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公司来讲，他当然就觉得你这也不是最高端的，你这也不是最顶尖的芯片，好，所以呢，价格上我就觉得 CP 值不高。对，为此呢，英伟达辉达呢，它也就降价求售，就降价了，降了10%。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知道，因为自己高端的东西被美国禁止，不准卖出去。所以对于大陆的这些本来的公司，这个腾讯啊、百度啊，就他们对于 AI 都有巨量的需求的公司来说，第一个，那如果我继续再跟辉达买啊，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你又被美国所限制？很难说，很难讲，因为其实过去辉达已经被限制过了3波啊，就是陆陆续续的啊，就是本来这个可以卖，后来又不能卖了，本来这个也可以卖，这个也不能卖了。对大陆的公司当然很担心，我现在在买，会不会哪一天又被禁止？更何况你现在所提供的就是这所谓阉割版啊，就是性能啊、算能啊，就是都比较低劣的。那我与其买你的啊，不如来支持国产的，不如来支持华为。未来它性能只会越来越好，而且华为肯定是这个不可能断供的，好的，不可能说被制裁，没有这回事情。所以这个目前的华为升腾的系列在大陆当然是广受欢迎，而且它在自动驾驶方面，或者是其他的 AI 一体化，就未来在各种的能源端的应用，然后或者呢是市场终端的各方面物联网的一些需求，其实都还蛮有非常大的潜力。那这一来呢，也是因为美国的多种制裁，也激起了大陆很多都越来越要这个自主化啦、国产化的相当决心。所以说辉瑞这个英伟达，当然了，就是他对他来说，他也曾经讲，这个中国大陆市场是无可取代的，不能够放弃的。那只不过呢，就美国要你不准卖，就你还是不准卖，所以这就给了大陆自己制造的一个发展跟空间。那么前面就讲到说，这关于EUV 啦、光刻机啦，对吧？就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还是很大的一个限制。目前而言，中国大陆它在全球就是跟芯片有关，几乎可以说是3项全能，3个世界第一。第一呢就是产能第一，好到去年的数字呢是略输于韩国，大概是19%，然后韩国呢是22%。那么今年呢，因为大陆前半年这个同比去年已经增加了，所以可预见在今年的这个产能一定会高于去年。而且呢，目前还有10几座的这个晶圆厂，大陆都还在持续的新建。成熟半导体制成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出口上面，中国大陆在半导体的出口，目前呢在全球也是占了26%，在今年呢应该会超过到将近30%。那再来呢就是市场，更不用说了，就是人口这么多，未来呢不论是在各种的 AI 的具体的应用，或者呢是物联网，或者呢各种的云计算上面，都需要大量的半导体的制程以及这些 AI 的使用。那因此呢，当前中国大陆对于半导体的需求庞大的市场，当然是各家的厂商都希望能够抢占商机，但就再度非常可惜是啥呢？就是美国要你不准卖。对 EUV 嘛。好，那么到底这些关于芯片呢？你看，就其实你知道我最早听到芯片这个词因为台湾其实是讲半导体，晶片对，台湾是讲晶片或讲半导体，对，那大陆是讲芯片。好，芯片芯就草字头的那个芯，带一个心脏的心，芯片。那我一开始听到芯片，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就是有个厨师说，我把这个鸡芯片一片。你说那个芯片吗？对，好，这个烂梗，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会，这个有好笑到可以。但是这笑话其实我是听别人讲的，就是听别人讲。好，那么到底大陆对于未来当前其实是大陆的14奈米的成熟制程都是没有问题的，稳定性的大规模的量产。那么在7奈米的部分呢，只是可以达到稳定性的增产，是不久之前的一个突破。可是在更进一步的一个状况呢，当然是有待努力。
那么不久之前也是呢，在这个相关的大会上华为的张平安他就已经直接告诉大家，对中国大陆3奈米是不可能的，5奈米也是很困难的，我们有7奈米就非常好了。第一个是也凸显了，就是确实大陆掌握了7奈米的制程是已经很熟练了，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也确实它展现出来了，告诉大家，因为EUV 的确实是没有办法突破，短时间内没办法突破，因为毕竟是要包含了这个10万个零件啊，5000多个供应的这些10万个零组件，然后5000多个相关的这些东西，太复杂了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难以单独的完成，所以中国大陆要想短时间内的突破难度比较高。所以张平安等于正式的告诉大家，就华为当前务实的立场选择，就与其呢要花高成本高投入去往这个所谓更先进的晶片制程去做研究，不如先巩固好就当前在7奈米，因为对于目前的我们所有生活当中或者是比较进阶的科技上面的使用，7奈米的制程已经算是非常够用他更认为中国大陆应该要更加的去研发或者是去深化当前所有的系统架构以及呢对生活场域当中的一些使用，以及在服务上面跟体验上面的一些升级。因为对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来讲说，你这个手机的芯片到7奈米、5奈米、3奈米，你感觉不太出来，因为你不是专门要去做科研的，你不是专门要去做军事用途的。对，好，那所以呢，就是与其服务那一端，不如先把市场端中期给做大，把更多的消费的体验能够做好。那这是华为日前所说的。不过啦，我是认为他可能讲是这样讲，对吧？因为他告诉他在计划其他的事他说这个3奈米、5奈米这个我们很困难但他也是在做但他同时也还是在做研究的。那当然就是还是非常期待，就未来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突破这个关卡？因为如果不是说自己制造出一台的这个 EUV，或者呢它是有什么样因为如果还要再比照过去是重复曝光的话，良率太高了，良率太低，然后成本太高，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一般的商用阶段。所以当然只能够非常期待未来到底大陆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跟手段，然后让突破3奈米以下的一些制程。对，确实现在中国大陆可以 focus 在主要它在成熟制程上面，尤其是刚刚说到7奈米上，甚至在10奈米上，对于生活上或者像车用这些什么或者是手机这些，基本上都已经很够用了。因为如果要再往前，就是一些需要更高的成本，然后更先进的制程。那其实有在做的就是包括了三星、台积电、英特尔，他们这些现在其实都在拼3奈米以下最先进制程。想要请教汉庭，你如何看现在这几个厂商谁比较有机会？现在看来是不是台积电？这个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纯粹考虑技术跟能力。当然是台积电当然是台积电，因为目前为止这个3奈米的这个台积电2025年明年就可以量产然后在本来既有的好像日前也传出来，就三星的良率其实是不如台积电。好，那英特尔的大概还要再到后年才有办法大规模的量产所以从目前已经得知的讯息台积电当然是遥遥领先那为什么我前面还要补充一个就叫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呢因为这也要看我们政府的一些搭配，以及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啦，比如说第一个，那到底两岸关系的紧张与否好，那这可能当然对实质上是会有影响跟关系的那在第二个呢，就是电力是否充沛，这对台湾来说也是比较困境跟一项挑战。对那再来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说政府有没有权力的来配合这些厂商扩建因为在过去其实台积电在找5奈米3奈米1奈米的一些厂的时候因为要配合相关环评的法规，然后呢甚至还要顾及到会不会有地方人士的一些反对过去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就真的有比如说环评打枪然后就要拖几个月啦然后像现在比如说这个嘉义然后他们就讲说我们这个不考虑要盖晶圆厂或者像先前呢在新竹桃园呢也都有闹过一些纷争跟波折，那么这一些波折说真的就都会使得我们本来有机会领先三星领先英特尔这个时程可能因此而拉长所以呢这个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就是我们还是要再度了解到就是3奈米以下或者是1奈米，就是每一个新技术每一个先进制程的提早1天的推出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于一般人民的那种抗议我家祖传3代在这边
在我的立场，就是主持人没有，主持人是中立的。在我的立场来看，不好意思哦，你家祖传3代住在这边，但如果台积电1奈米要盖在这里，或未来更先进要盖在这里，不好意思，就是给你钱，请你搬家。环评也是一样，对吧？那只要不是说山会倒啦，这个什么东西会塌啦，或者如果政府讲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就是不想要盖晶圆厂，我这个地方有要盖别的。那叫你政府赶快改变方向，对吧？因为这是人类技术的突破，是人类文明的大突破，也是对整个中华民国的经济的大发展。你当然就是先做好了，你才能够接到订单嘛，才能够带领各项的技术腾飞，各项的经济起飞，对不对？所以在这么样一个伟大了不起的前景前面，你是不是讲说有一群这个什么自救会，他说这个我家不能够被拆，不好意思，给你钱，请你搬家。因为呢，在伟大的台积电、伟大的1奈米技术突破之前，这些都是小事情。你说，哎呀，我这个政府就是有很多的手续啊，那不好意思，这个你不赶快解决，我就换掉你这个政府，因为这才是伟大的，对不对？你在那边讲，哎呀，你看我们要开很多的会议啊，这个我们环评啊，找很多这个专家，那你就开快一点嘛，哪有这么说？我们开这个会议，然后要审个半年呢？以前就有，在2个月就快速审完了，这是好事啊，2个月快速审完，因为这种行政流程能审则审嘛。结果没想到就有其他的团体出来抗议，哎，你这个开得太快啦，什么的。当然要快啊！如果对吧？当然要快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比3星还要慢，然后订单都被3星抢走了，那损失的是上兆啊！上兆，上兆的损失你赔吗？会哦，会哦。对啊，这是损失的是上兆。所以呢，在我个人的立场，当然是全力的支持这种高科技的一些发展。那我们也当然也希望呢，就是为中华民国能够带来越来越好的一些经济繁荣。好，谢谢，今天非常谢谢汉庭议员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晚上9点，同样有汉庭来加入我们在正片的讨论。今天讨论了非常多台海上面的议题。那晚上9点我们就正片见喽，拜拜，拜拜。